大年30晚上，婆婆赶我和女儿去厨房吃馒头，这是做儿媳妇的规矩。这么大人怎么一点不懂事？我笑着问潘文：“真的吗？媳妇，听咱妈的，女人不上桌，别让大家难办。”我直接把桌子掀了。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拉着女儿娇娇，尴尬地站在桌子旁边，周围是大伯一家和婆婆不明意味的嘲讽，都在让我去厨房吃饭。沈丽，当儿媳妇的要去厨房吃饭，学历再高有什么用？照样上不了桌。城里姑娘就是娇气，谁不是这样过来的？就她不行，嫁到我家是她的福气。文儿可是研究生，以后是要赚大钱的。潘文是家里头一个研究生，婆婆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，想要拿捏我一番。婆婆又催促，还不赶紧去，还不如隔壁老张家的儿媳妇倩倩呢。今年刚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当初就应该听我的娶倩倩回来。娇娇小声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吃虾。”大伯眼睛一横：“丫头片子，吃什么虾？都是给我孙子吃的，有馒头垫垫就行了。”说我2句，我可以忍。娇娇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我看向潘文，还对他有一丝希望。丽丽，入乡随俗，你就听咱妈的，家里人都在呢，别让妈难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直接把桌子掀了。叮铃咣啷，鸡鸭鱼虾撒了一地。难办，吃你大爷的饭，都别想吃了。婆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文儿，我就说这种女人不能要，娶进来真是家门不幸，好好的团圆饭被毁了。沈丽，你太过分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你家里就是这么教你的。公公冷着脸，我们老潘家可高攀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没规没矩的。我环顾一圈，你们也好意说我？菜是我买的，虾鲍鱼是我从山东辛辛苦苦背过来的，就连今晚一大桌子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掀了怎么了？我做的我吃不到，还不能全掀了？婆婆指着我骂：“沈丽，我腰扭了，下不了床，让你做点的事，你就不得了了。我又不是没帮忙，你帮忙了。我做了6个小时饭，你过来转了3圈，喝了1瓶果粒橙，3罐旺仔牛奶，6块排骨，我没记错吧？腰扭了。前天去麻将室待了1整天，昨天跳广场舞，今天四处唠嗑的人不是你啊？”我又看向公公，嗤笑一声：“我家叫我男女平等，我女儿想吃虾天天吃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像你们这种重男轻女，怎么破封建除四旧，几10年了，没有宣传到你们家？还有大伯，你家有规矩，你孙子一人吃1盘虾，这就是你家的规矩。我还真是头回见，也不怕吸收不了，影响发育。以后找不到对象。”一家子被我说的脸红脖子粗，吭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婆婆更是动手过来拽我头发，想打我。我的跆拳道也不是白练的，我拉着娇娇一闪身，反手一推，婆婆又跌坐在地上。潘文突然过来，死死拽我的手：“丽丽，你怎么能对我妈动手？赶紧道歉！你痴心妄想。”潘文，我告诉你，我沈丽从来就不是好欺负的主。趁着我和潘文在争吵，婆婆冲过来给了我1巴掌：“小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我挣脱开潘文的手：“你和你妈相亲相爱一辈子吧。”我拉着娇娇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去。娇娇才4岁，已经有小大人的模样。妈妈，爸爸和奶奶对你不好，我们不带爸爸回去。妈妈，你不要伤心，你还有娇娇，娇娇以后赚好多好多钱，给妈妈买一栋大房子。沈丽，现在是大年30晚上，
你想走？你看看你能打到车吗？潘文走进来，一脸得意。我刚刚给你爸妈打电话了，你猜你爸妈怎么说？他们说你做的不对，让我好好说说你。改日啊，他们要登门道歉。我腾的一下站起来。潘文，你以为拿爸妈压我就有用吗？现在是没人接单，如果我把价格提高到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呢？你看看有没有人接单？你们全家想合起伙来拿捏我？我告诉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隔壁房间，婆婆还在大喊大闹：文儿，马上休了这个小贱人，妈重新给你找个好的。那个小刘就不错，又有钱又孝顺，还能生儿子的。我心一横，抱着娇娇就走。丽丽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想想娇娇。孩子还小，总不能让孩子在缺少父爱的情况下长大吧。不过你给我家里人骂了一顿，总归得道个歉吧，要不然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爸妈了。我只留下2个字：离婚。上车以后，看着公公一家阴沉愤怒的表情，我说不委屈是假的。大4那年，我遇到了潘文，我不嫌弃他家又穷又偏僻，只看重他做事稳重成熟，值得依靠。大学一毕业，我们俩就裸婚了，很快就有了娇娇。你和娇娇是我的宝贝，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最幸福的日子。娇娇刚满1岁，潘文就说现在本科学历竞争力小，还要再去读一个研究生。为了我和娇娇的未来打拼，他拿出当年高考的劲头，每天下班了回来学习到12点，就连春节当天也在准备考研复试。没想到潘文研究生刚毕业，他家里人就认为我配不上他，要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如果不是我在潘文读研究生那几年拼命赚钱，甚至好几次喝酒到医院里去，潘文哪来的生活费支撑他的研究生？真的是研究生毕业第1件，先斩杀意中人。本来今年过年也是准备在山东过，可是潘文说他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，爸妈也劝我尽一尽做儿媳的本分，我便答应了。临出发之前，爸爸还特意嘱咐我，潘文爸爸妈妈一辈子在小乡村，凡事我多体谅多忍让他们。没想到只是换来公公一家的轻视和婆婆的一个耳光。我和娇娇坐了凌晨的飞机回到山东，刚收拾好，爸妈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丽丽，怎么回事？潘文说你把他们家砸了，带着娇娇就走了，还要离婚。爸爸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丽丽，别怪你爸说你，他也是想让你家庭稳定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好。你要还是觉得委屈，等潘文回来，妈好好说说他，你也给他爸妈道个歉。夫妻过日子哪能不吵架，可不能离婚啊。娇娇举起我的手伸到镜头前，外公外婆，你们看妈妈的手都冻红了，妈妈在奶奶家，奶奶让妈妈洗床单、窗帘、衣服，说洗衣机坏了，还不让妈妈用热水洗。他们不让娇娇吃虾，还让我和妈妈去厨房吃馒头。外公外婆，娇娇好饿呀。娇娇是我爸妈从小看在眼里，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连我这个女儿都没有娇娇宝贝。听到这里，爸妈一脸愤怒，最后化成无奈的叹息。哎，丽丽，你等潘文回来再跟他说说，为了娇娇，咱还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。女儿，委屈你了。我知道爸妈想让娇娇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，拥有一个圆满的家庭。我擦擦眼泪，爸妈，你们是知道我的脾气的，我不会委屈自己，也不愿意委屈自己。如果潘文还是继续这样，我带着娇娇也能活。丽丽长大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爸妈这是默认了。
第二天，我带着娇娇就去了海南度假玩耍。大人之前的事情不能影响到孩子。潘文没有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和娇娇美美的度了5天假，从海南回来，下了飞机，直奔家里。一开门，我惊呆了，一家人正坐在沙发扣着脚，门口堆着一堆鞋子，屋里的味道臭烘烘的，桌子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外卖，有些甚至已经馊了，还能看见蛆虫在里面游动。婆婆坐在沙发上剔牙，这不是沈丽回来了，赶紧把家里卫生打扫了，再出去买点菜，就上次那个虾，再来3斤。公公也接话，做儿媳妇就要有儿媳妇的样子，能嫁给文儿是你的福气，还不赶紧收拾收拾。我掏出电话打给潘文，丽丽，爸妈想来照顾我们的生活，还能顺便帮你带带娇娇，多好。他们准备常住，已经把田地和房子都托付给大姑一家了，睡得下。娇娇还小，和我们睡一间房就行，爸妈睡客房，大伯和大伯母带着孙子壮壮睡娇娇房间。我感觉我血压一直在升高，正巧大伯出房间看见我，小沈啊，听说你们这里学区不错，你们把房子先过户给我儿子，让壮壮先上学，以后有个好出路。壮壮上学的事情要紧，小丫头片子随便上一个就好了。娇娇一蹦一跳跑进房间，然后放声大哭，妈妈，我的小兔子和小熊被剪坏了，洋娃娃的头发也没了。潘文，半小时内你不回来，我就把你爸妈送到你们公司去。潘文回来，看着家里乱糟糟一团，似乎恢复了那个温柔和煦的丈夫。丽丽，这是我带给你的花，欢迎你回来。以往每次吵架，只要潘文给我送一束花，我都会傻乎乎原谅他。但是退一步，卵巢囊肿，忍一时，乳腺增生。潘文，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要和你离婚，你赶紧的带着你家里人搬出我的房子。什么？婆婆恶狠狠地说，这房子也有我儿子的一半，想离婚，赔钱货给你，房子留给我儿子。是啊，你不能欺负我们乡下人，谁不知道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沈丽，凡事留一线，你这可过分了。潘文爸妈过来也是为了当你们的后盾。我微微一笑，房子首付是我家全款出的，房贷都是我公积金还的。潘文为了这个家就拿出来3万块钱买了个床垫，你们要是心疼钱，就把床垫拖走吧。还好当初爸妈提醒我留了个心眼，又拿出家里全部的流动资金，才让我今天有底气说出这些话。我就说村东头的小刘好，你非要娶这个泼妇，现在还要把我们赶出去，谁家儿媳妇这么对待公公婆婆，一点活路都不留给我们，我不活了。婆婆直接冲到阳台要跳下去，拽着栏杆哭嚎的半个小区都能听到。潘文和公公紧张地拽住婆婆，千错万错都是沈丽的错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。沈丽，赶紧过来给妈磕头道歉。哈，我的耳朵没听错吧？让我磕头道歉，见我没有反应，潘文直接打电话给我爸妈。不得不说，潘文将婆婆的演技学了个10成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婆婆现在在栏杆上干嚎了半天，挤出3颗金豆子，潘文则是给我爸妈一顿哭诉，那眼泪流得堪比奥斯卡影帝。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抢过手机开了视频，对着家里一顿拍。妈，你看看，这家里被潘文他们折腾的，扣下来的脚皮还扔在桌子上，再看看外卖，跟猪圈一样。还有，这是娇娇1周岁，我们给娇娇买的小兔子都被剪成碎片了，娇娇天天晚上要。妈，你别管了，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。
婆婆还在阳台上动来动去，仿佛演电视剧一样，脚下一滑，只留下一声尖叫。公公也没拽住她，直愣愣看着婆婆掉下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我也惊了，真玩命啊！这是有道是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我们家在4楼，楼底下是厚厚的草坪和灌木丛。婆婆摔断了一条腿和一根胳膊，躺在医院里哼哼唧唧，就这还不忘跟旁边的人说个不停，真是造孽啊！儿媳妇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离婚，嫌弃我这把老骨头呗。我想着跳楼赔罪，让他消消气。我儿子还是研究生呢，咱也没嫌弃他只上了本科。吃瓜群众信以为真，还替他们打抱不平。还好我不在场，我如果在场，怕不是有热心肠大哥要替天行道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也太过分了，有这种儿媳妇真的是遭罪哦。老太太，你们不要哭了，应该他来磕头赔罪。要是我，肯定让我儿子离婚。可惜婆婆在我小姨的科室，老年人说瞎话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大冬天的零下20多度，让我外甥女去河边洗窗帘、洗被套。可怜我外甥女的手冻得又红又肿，又带着一家子来我外甥女家吃吃喝喝，张口就要我外甥女把房子转给他们，1分钱不出的。我外孙女多可爱的孩子，说是赔钱货，还不让上桌吃饭，说是吃个馒头就行了。我看啊，嫁到你们家才是倒了8辈子霉。我小姨战斗力爆棚，等我拎着到医院的时候，吃瓜群众已经从一开始的同情变成了鄙视。老太太真是做一套说一套，嘴里没一句真话。谁嫁过去真的是遭罪，要受老太婆搓磨。要是我女儿和孙女受这种气，我肯定要把她家砸了。婆婆还在努力解释，谁家孙女不是随便养一下，哪有那么精细的，还吃虾，我都懒得搭理她。潘文，水果篮是看在我们在一起4年的份上，离婚协议记得签字，房子和娇娇都归我，车归你，存款平分，也算对得起你了。潘文耷拉着脑袋，衣服皱巴巴的，还想跟我和好，只是沉默着没说话。大伯一家还坐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回去好好教育我。大伯，你这么会教育人，你儿媳妇怎么还离婚走了？大伯怎么听说你不当小学老师，是因为私下里找家长要好处费，还贪了小学生的班费？小学生的班费，大伯您真下得去手。我赶在大伯开口之前先发制人。大伯被我说的脸红一阵青一阵，丢下一句好好照顾文儿的妈，就带着老婆孙子灰溜溜走了。我好一阵大扫除，又带着娇娇去买她喜欢的小兔子和小熊。妈妈，你真的要和爸爸分开吗？娇娇不是赔钱货，娇娇会的可多了，会画画、写字，还会弹钢琴。看着娇娇天真明媚的脸庞，我紧紧抱住她。娇娇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晚上，潘文居然回来了，没有在医院里继续做他的好大儿。丽丽，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潘文诚恳地道歉，还主动做晚饭。娇娇，到爸爸这里来，爸爸带你和妈妈出去吃你最喜欢的菠萝包好不好？我冷冷看着他，离婚协议签了吗？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会再让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看着娇娇和他爸爸亲密的模样，我沉默了。不对劲，潘文是个骨子里很骄傲的人。研一的时候，有个同学说潘文娶了我是烧高香，上辈子做了大好事，找了一个愿意裸婚还自己赚钱养家的好老婆，软饭吃得香啊。潘文当时没说什么，
等到那名同学研三准备毕业的时候，偷偷把他的实验数据泄露出去，害得同学延期1年毕业。可是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潘文像我们刚结婚那样，天天接我上下班，每天晚上做饭、洗碗，给娇娇讲睡前故事，哄她睡觉。周末有空就去医院照顾他妈，真是柔情似水的居家好男人。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老婆，我妈马上出院了，让她来咱们家养病吧。我保证，她一好，就让她和我爸回家去，再也不来打扰我们。看着潘文信誓旦旦的模样，原来在这里等我呢。我露出甜甜的笑。老公，毕竟那是你妈呀。我明天要开车送娇娇去同学家玩，明天要用一下车。丽丽，还是你好，能让我妈回家休养，要不怎么说是文儿看上的老婆呢？就是孝顺。潘文和他妈在医院里喜笑颜开，忙不迭收拾东西。婆婆还对左右床说我儿媳妇有本事，买了大房子，要接我去享福了。我儿子研究生，以后赚大钱，能嫁给我儿子也是他的福气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？潘文，你别瞎说！我冷冷反驳。上周你说的那是我妈，我妈不就是你妈？去咱家里养病，天经地义。以后你爸妈死了，房子车子都是我儿子的。我现在去住怎么了？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我只说了，那毕竟是你妈，一句没提同意。你们不要痴心妄想。婆婆嘴一瘪，又要在地上开始干嚎，只是腿和手还没好，裹着石膏，坐在轮椅上。婆婆打着圈嚎，比平时多了些喜感。我看着逐渐多起来的吃瓜群众，微微一笑，掏出一支录音笔。文儿，妈给你介绍的小刘不错吧？那鸡汤好喝吧？妈，我和沈丽还没离婚呢，你好好休息，等下周出院，我带你回家疗养。你这傻孩子，就应该听妈的，把沈丽踹了，房子拿过来，娇娇也不要。房子值钱，车加上存款才20来万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他确实没有原先那么温柔了，但是我先哄哄他，让你回家。这母子2个心真黑。不知道哪个围观群众吐槽了一声，大家都哄笑起来。沈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还有后招。我不想等了。你是不是忘了你的领导还是我师兄？工作怎么来的？你要不要把离婚协议签了？否则鸡飞蛋打的滋味可不好受啊。潘文化学系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挑3拣4，不是嫌弃工资低，就是嫌弃要加班。3个月下来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又厚着脸皮给大学师兄打去电话，买了补品登门拜访，才找到潘文心满意足的工作。连师兄都说这个工作是我看在你的面子上。还有，以后讲我坏话小心点。车里有行车记录仪，这么大人了，光长体重不长脑子。围观群众表示今天很欢乐，只有潘文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餐厅内，潘文脸上洋溢着幸福。丽丽，我要有儿子了。潘文不死心，又约我出来见面，想到重新分财产。上一秒，潘文和他爸妈还在洋洋得意，文儿女朋友怀孕了，我们潘家有后了。你们死了以后都没人烧纸，不下蛋的母鸡，还是小刘有福气。丽丽，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，你把房子分我一半。下一秒，看见我拿出来的诊断证明，3个人都傻眼了。潘文说，你傻你就不聪明，你忘记你研究生时期违规使用化学试剂受伤的事情了吗？你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，我好心替你瞒着，你不领情，在大庭广众被戳破自己不能生的感觉不爽吧？潘文离婚以后，听了妈妈的话，立马和小刘在一起，还怀孕了。虽然才2个月，
但是潘文妈妈信誓旦旦，一定是男孩。你没房子，以后咱大孙子住哪？找沈丽要钱，要不然就起诉他。潘文想得很美好，把我约出来，找我要钱养儿子。没想到当头一棒。那么小刘的孩子又是谁的？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了。我同情地看着潘文，服务员，麻烦上3盘青菜，越绿越好。潘文，不用客气，好歹夫妻一场，今天我请客了。我好心好意，没有把潘文不能生的事告诉他，只说自己生娇娇身体虚，暂时生不了2胎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我怎么会当初眼瞎看上这么个人？潘文突然站起来，跪在地上，丽丽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潘文妈妈也突然打开直播，大家看看，这个女人要抛弃我儿子，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相好的了，让我儿子扫地出门。看来排练了多次了，直播人数蹭蹭暴涨，骂我的话语在不断的快速刷屏。我儿子为了他去读研究生，还落下了病根，这日子刚好过起来，他就要离婚，他把房子都拿走了，让我儿子露宿街头啊！谢谢这位大哥刷的跑车。潘文妈妈在骂我的同时，没忘了感谢大哥刷礼物。这女人太恶毒了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迟早要遭报应。我看着屏幕上滚动的话语，情不自禁笑了出来。大家看看，这女人还有脸笑得出来，就是她，害得我们家一天都安宁不了。潘文凑到我耳边低声沈丽，你把娇娇和房子给我，我就让我妈停止直播。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？而且舆论战这一招从来就没成功过，潘文妈妈是忘记了吗？丽丽姐，我是小刘。潘文那个傻子真以为我有了他的孩子，还找你要房子给我。还有他爸妈也太奇葩了，非让我手洗床单，洗衣机留着当传家宝吗？潘文妈妈冲过来要抢我的手机，盘子碗碟碎了一地。潘文咬牙切齿，沈丽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直播人数蹭蹭涨，哇塞，好大一出戏！这男人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被人戴了绿帽子。餐厅报了警，要求潘文妈妈赔偿餐具的损失，乱哄哄的一团。可惜了我那3盘青菜，眼前的男人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意气风发，头发乱糟糟的一团。丽丽，你开门，我知道错了，爸妈我都送回家了，以后我们一家一起好好过日子好吗？我打开门，面无表情。潘文，我们之间缘分已尽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丽丽，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是我没有意识到，你原谅我这最后一次吧。我看着他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悸动。我为了谈成一笔生意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在医院的时候，你在实验室悠哉地打着游戏。娇娇发高烧，我一边工作一边在医院哄她睡觉的时候，你在和同门师兄弟快乐聚餐。我为了你在河边洗衣服，一个人做一大桌年夜菜的时候，你在喝着小酒打着牌。潘文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没看见，你只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带给你的一切，现在要失去了，才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。你以为我还是22岁的沈丽吗？你也不是22岁的潘文了。22岁的潘文看到现在的自己也会羞愧难当吧？潘文看哀求没有用，提出来想再看一看娇娇。沈丽，对不起，这次我是真心的，希望你和娇娇以后每天高高兴兴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还能看看她吗？我点点头，没有爱，也没有恨。看着潘文渐渐走远的身影，我仿佛看见了22岁的潘文正在向我走来。其实我有一个秘密，谁也没说，我是重生的。前世我一直是那个温柔贤淑、
一切为了家庭的省力。婆婆让我做年夜饭，还让我去厨房吃馒头，我忍了。除了要上班，下班还要伺候公公婆婆，收拾家务，我忍了。公公和大伯说一切为了家里的男孙，让我和老公把学区房转给大伯，我忍了。人到中年，我就得了乳腺癌晚期。妈妈，你这辈子过得太苦了。娇娇扑在我身上痛哭。刚成年的娇娇已经决定一辈子不婚不育，可惜我伺候了一辈子的潘文只出现过一次就不见踪影。娇娇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才没有离婚。可是妈妈，你不幸福，你不高兴，我怎么能开心长大呢？因为看见妈妈的生活，我才决定不婚不育。是啊，我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，才想通娇娇的话。强扭的人生，不幸福的家庭，孩子又不傻，怎么会感觉不到？医生，医生，我妈她怎么回事？医生过来，遗憾宣布我的死亡。还好，我有了重生的机会，重生到了大年30的晚上。为了娇娇，为了自己，这一次谁都别想恶心我。而小刘是我重生后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婆婆很喜欢他，前世甚至带到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。可是前世他的家庭重男轻女，没能上大学。潘文对他印象也很好，那段时间都是早早回家。小刘做事真勤快，身材也很好，从他那双亮亮的眼睛里，我看见到他的野心。我和他达成了一项协议，我供他上大学，他要帮我一个忙。沈姐，合作愉快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